床腳撞牆角，哇好難啊！係啊，牆角撞床角，床角撞牆角，哇！當佢攞走個蘋果，一啖咬落去嗰陣，我迷失咗喺一條名為戀愛嘅道路上，但係依家我揾到我應該行嘅路啦。NG 班房，NG 班房陪你亂講，好緊張。今日有真老師，我哋今日我哋真同學，係我哋係真同學啊。其實我係假老師。我哋歡迎資深配音員劉思璇老師，歡迎。多謝。老師咧，我係喺片場認識嘅。哦，係啦，嗰陣時咧，我係演佢嘅囡囡，我嘅拉女。係啦，係啦，咁就結咗呢個緣分。咁點解我會諗到有呢一集咧？係因為我哋成日俾人話我哋發音唔準啊。啊，冇錯，係嘅。咁所以我就靈機一觸，哦係喎，之前演我媽咪嘅，佢係咁專業嘅配音員，佢應該對發音啊、咬字啊非常之有心得，所以咧就想順便嚟呢度同佢聚舊啦，同埋去請教下佢咁樣嘅。對我嚟講咧，可以見翻自己嘅女女咧，好開心。但係咧，佢話第一個係配音員，呢個咧一陣間我同你講，我唔係專業配音員。第二，講到話係老師，好多人批評佢哋嘅發音。咁我一上呢個節目，批評嘅人仲多，因為我啲廣東話係新加坡廣府話，有啲怪怪地㗎，所以我唔敢認自己係老師先。OK。我同大家分享一啲事先嚇。嗱，我姓劉，叫做思璇，因為我喺新加坡長大，咁我講嘅廣東話咧係同香港朋友、澳門朋友有個距離嘅，我相信。我哋一齊拍戲嗰陣咧，我係如果佢話唔係如果係如果，係嚇。其實係唔同鄉下，或者係因為廣府話咧都有分，可能廣州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咁所以係有少少唔同，都係正常嘅。我喺廣告界、廣告界，有時錄廣東話嗰陣咧，佢哋話你係咪廣東人？我係廣東人啊！佢哋覺得怪怪，係點解？原來係香港人聽咗之後覺得我啲廣東話唔準，所以廣東話雖然頭先你講話有鄉下，原來諗下，原來有個標準地方所在嘅咧，就係喺香港，係咪啊？我覺得唔可以話係標準嘅，我覺得每個地方有自己嘅特色。但係香港人同埋澳門人可能講嘅廣東話就會有自己嘅口音。哦，係啦。好耐之前咧，其實我有做過一個 YouTube 咧，就係有少少係講緊，譬如廣州式嘅廣東話同埋港澳式嘅廣東話。咁廣州式咧就係比較重少少咁嘅腔調嘅，80年代啊、90年代嗰種咁嘅感覺。係啦，冇錯。如果唔係演咗嗰出劇，就唔會有一間藝術學院叫我去教一班藝術學生用廣東話嚟表演。咁樣就係因為做呢件事咧，我就做咗一啲功課。OK。咁樣我做嘅功課咧，因為我有2個講廣東話講嘅年份多過我嘅人。唔係㗎，未必啊，未必係啊。我面對嘅學生，佢大部分係講普通話嘅。係。咁我就話啦，普通話同粵語最大嘅唔同咧，就係音調上。普通話是咚咚咚咚，廣東話係咚咚咚咚咚咚篤篤篤。哇！準呢個練咗好耐㗎啦。其實可以有一句説話去記得佢嘅。你講下睇係咪？就係3碗半牛腩麵100碟。我揾到嘅咧係394052，亦都係呢幾個音。係啦，冇錯。牛腩麵我就冇喎。唔係我肚餓啫，純粹。因為每一種語言都有佢嘅魅力所在㗎。係。咁如果你要用攞廣東話嚟講嘅話，對於北方人，哇，佢哋好多音講唔到㗎。咁我就諗住，因為佢哋做表演要說獨白的，就是一段話都是你自己表演的。我覺得會好吃力啊，講到唔三唔四咪仲好。好難記啊。咁我就諗，不如咧想像下你哋嘅，你最細個嘅時候咧，係喺廣東長大嘅。咁有啲廣東嘅嗰啲俗語啊、俗語啊，你哋攞嗰啲放入你嘅感情入邊。所以咧，我就揾咗一啲譬如話唔關你事，想點啊？或者係就咁先啦。好似呢啲咧，可以攞嚟做開始啊，或者結尾啊咁樣嘅。咁樣你哋諗下，仲有啲咩第啲嘢咧？類似口頭禪咁嘅意思係嘛？短一啲啲嘅，你哋有冇啊？舊版周星馳
以前有套電視劇就係咁講，飲啖茶食個包。我哋聽過。係咁樣行快啲啦。嗱臨，唔好嬲啊！佢嘅、我嘅、你嘅。我嘅係嘅，所以的全部都要換成嘅。可以練一句就係，通常老婆對老公講：你嘅錢即係我嘅錢，我嘅錢即係我嘅錢。係啊，你嘅我嘅粵語嘅語助詞啊。語助詞語助詞係多好多。語助詞係例如係咩啊？華語咧就係媽呢。我哋嗰啲新加坡嘅華語都全部係粵語嘅尾音。係啊走啦，不要咩？不要咩？你不要吃咩？干嘛？對啊，什麼個啵也是華語了嗎？啵是粵語也是。這個語助詞可以幫助很多情緒嘛，對不對？是的，是的，那你們可不可以一人說3個給我聽聽？做咩啊？有沒有？OK。乜嘢啫？即係啦。吓唔係咯？其實咧，但係咧華語都有咩咧有喎，還有姐。我講笑啫。呢個姐嗬，唔可以翻譯到俾其他人聽，係咩意思啊？仲有嗱，所以華語有時演嘅時候點樣嗱啫？係咯。我做配音嗰陣咧，因為我要為嗰啲配音員準備劇本啊。咁我諗下，死啦！廣東話咁多嗱，仲有係咩？一嚟就係啦，一嚟就係啦，咁樣是啊，咁好奇怪噶嘛。係咯，乜嘢都變咗好正式咯。是什麼？對華語嚟講係咯，我都沒說什麼，你幹嘛是啊？咁仲有那個嗱，咁後來華語裏頭我看到喏。或者給喏，所以我在想，這個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很正式的字，就隨意少少嘅，就唔好當，因為你哋嘅嗱幾清楚，我哋在華語裏頭沒有同等分量的語助詞。所以老師你會覺得廣東話去表達一啲情緒意境係會豐富少少嘅，相對嚟講。我認為嗰啲詩啊詞啊，攞方言嚟表達咧，絕對100%先。係咪啊？100%好過普通話，因為佢得4個音。粵語你讀詩詞，你話係咪好好聽啊？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心軟鎖清秋。嗰個寂寞嗬，都你一個入聲字嗬，但係嚟到華語咧，寂寞哇飄咗上去啦，這麼浪漫嗬，那個意境個意境唔同嗬，就係入聲字啊，入聲字嗬，係傳達好多中文嘅字眼咧嗬，係好傳神噶。我當時同佢哋好多中國朋友上呢個華語嘅課嘅時候咧，咁我就話。有啲情節咧，粵語講嘅好過你哋華語㗎。嗱，譬如我係東宮娘娘，佢係西宮娘娘，個西宮娘娘要毒死我，佢話我要將佢毒死，你話係咪好狠？係華語咧，我要把他毒死，哇，好似兩個要談情咁。佢又唔可以話我要俾你毒死。係啦，你又講到一點，我哋新加坡嘅廣東人，我哋又將好多其他方言放埋一齊，因為我哋曉得講方言啊嘛。我哋講華語嗰陣咧，就放晒嗰啲入聲字入華語嗰度，所以我的孩子考第一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新加坡嘅特色嚟嘅，係啊！我亦都了解到佢哋點解咁中意講夠力啊，夠力啊！因為真係好夠力啊！夠力係啦，要夠力，夠力，好似腍咗啲嗬。要有嗰個入聲嗰下。係咯，有時你唔可以話我廣東話咁樣講，我嘅華語咁講會有同樣嘅效果。唔可以咁樣對比啊！哇！但係老師，你講咗咁多關於你去教書又好，你喺配音上面又好一啲經歷，我唔覺得你廣東話真係有咁大問題。唔得，我要考下你。係啊！到我哋考翻你啦。係啦，唔係啊？因為我好驚㗎，其實。因為廣東話有好多好特別嘅急口令，即係會令到你條脷打晒棘咁樣嘅。咁我哋試咗，我哋準備咗嘅先。呢個我最熟㗎啦，入實驗室撳緊急掣。呢個時候係我喺香港因為我哋配音嗬，識得香港朋友，識得台灣朋友，識得中國朋友。咁我哋去到嗰度咧，佢哋又嚟咁樣考我哋啦。咁我哋就攞講華語考翻佢哋。咁樣呢一個我哋急真係會咬脷㗎。咁黐線蜘蛛嘅蜘蛛絲黐住支樹枝。呢個得，呢個放鬆。係黐線蜘蛛嘅蜘蛛絲啊，黐住個樹枝啊！哇，連講急口令都咁有感覺嘅，呢個係方式啊，呢個係方式嚟㗎。佢話咁咩繞口令，你就唔好俾佢咁繞，唔好俾個繞字困擾咗你。咁你話廣東話叫咩？急口令。急口令係唔好俾個急字
逼到你咁心急。哦，呢個咧分散你啲注意力咁樣。我哋演戲好多時候都係唔好俾嗰啲文字嚇咗我哋先。係咁你要揾一個自己舒服嘅環境。哎呀，唔好考我呢啲啦，你哋嚇唔到我嘅。我有一個嗬，你哋有冇睇到咩6樓啊、6粒啊？呢個有唔識過，唔識咧。哦，即係好，而家老師想請教翻我哋，竟然冇錯啦。好，呢一個係你 Tiffany，我嚟啊！係做咩？就讀呢句係咪啊？係6樓老李拎6粒6粒甩落甩落6樓，哦，全部都係 L 嗰個升粒啊，係係啊，全部係6樓老李拎6粒甩落6樓。呢個係都係急口令嚟㗎。啊，係啊，係急口令嚟㗎。咁好似話呢個原來有意思嘅喎，係學人之前。冇錯，我覺得呢個幾有趣㗎。好似你嗰個6樓嗰6粒咧，佢話佢嘅人生啟示係乜嘢咧？佢係話拎得太高就會跌得越響啦。6粒咧，6樓嚇。咩叫老李啊？老李係嗰個人姓李哦，咯。嗰個人叫老李。係啦。通常我哋叫何生或者何小姐熟咗之後咧，就要叫老何。老何，老謝，老何，老何，要咁嘅音先得。歐親，歐親，真小氣啊！第6個嘅話咧，好似嗰個濕字咧，華語我哋都有攞呢個嚟玩嘅，因為喺華語嘅話咧，佢就有卷舌音。係粵語就冇啦，就容易講咯。好似10張白紙，10張白紙，濕係嘛？佢就係好多入聲。等先，其實你哋講咗好多次入聲，咩叫入聲啊？點解我冇學過呢啲嘢嘅？對於普通話學漢語拼音嘅人嚟說，陰陽上去嗰個去聲呢係最接近入聲嘅，因為佢嘅用嘅力量係最勁嘅，好似收咚咚咚咚咚去這第4聲對不對？蠻有勁兒的。那麼第1聲、第2聲都很他們喜歡拿來做名字，亮啲啊嘛，闊啲啊嘛。但係第4音咧就好倔。咁呢個倔咧都冇所有方言嘅入聲字咁倔。咁頭先我學嗰個咚咚咚咚咚咚篤篤篤，篤篤篤，好短好有力。係啦，突然之間收咗個音樂咁樣，佢哋喺拼音入邊寫嘅咧係 T 字、K 字、P 字啊 ，K T P 有呢啲音就係入聲字啦。100疊係啦。一都係嘅，一都係，因為你冇發現唔係一，係一係啦，哦，即係好短，係100字啊！你睇下 it 一係咪同嗰個英文好似？係啦，短嘅係咪？白個後邊有個細細嘅音，疊。如果冇咗嗰個入聲咧，白就會變霸，係啦。哦，咁啊，係啊， 100100啲咁樣啦，係咯，有入聲好多方言都有㗎，尤其是南方嘅福建話、潮州話都有，所以好好聽㗎。最多人嚟笑廣東話一齊呢個係啦，冇錯，話咩國嘅，我哋係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嘅國歌，咁樣嚟笑我哋咯。呢個好難㗎，好難。不如我哋試下先啦，我哋試下先。床腳撞牆角，哇，好難啊！係啊，牆角撞床角。床角撞牆角，哇！你粵語嘅急口令我辛苦過華語嘅。老師都有講，因為你係講新馬呢邊嘅廣府話。係咯。係啦，咁其實我哋喺呢邊生活過都知道啦，有好多詞咧，其實都係同港澳嗰邊就好唔一樣嘅。哇！我知一個，即係可能我哋講硬幣啊。咁你哋係會講唔係，即係銀仔啦，銀仔係，你哋會講幾多溝啊？我一開始啱啱嚟嘅時候，我心諗幾多溝，係咩要溝咧？即係你乜嘢溝乜嘢咧？主要係買嘢飲，我以為佢溝嗰啲嘢飲咯。我喺香港嘅話幾多鐳啊？鐳咩鐳啊？因為福建話鐳可係錢，咁我都唔記得咗呢個係福建話。咁啊
咩女啊女低啊邊個？哇！真係好唔好意思啊！第二個就話廣東話講得唔錯喎。時時嚟香港啊？係啊，我嚟過好多擺㗎啦。哇！你嚟呢度擺㗎？咁我都諗唔到佢係咩意思。哇！我嚟呢度擺。係咯，我都冇聽過擺啊。係咩意思咧？因為擺咧係福建話，一擺能擺一擺一次兩次嘅意思。我嚟過幾多次？咁我都唔知道呢個係福建嘅發音，咪女又係福建嘅，幾多擺又係福建嘅。溝咧咁？幾多溝錢？溝哇，應該比較古少少嘅用法類似嚟嘅。個3個半就呢度叫三溝三溝半。半。咁仲有就係講到返工。做工係啦，呢個做工，我唔知你廣東人會唔會笑啊？講成華語咧，嗰啲北方人就覺得好奇怪啦。哦，你做工，你係能夠做模嗎？你做工，你仲可以做木乸咩？仲有就係啱啱咧，老師一開頭有講過100%，係啦。100%，華語都係100%嘅，後來話唔得100%。原來廣東話都係100%，係我哋講100%，唔會講100%嘅嗬。巴仙都係英文直譯 percent。咁你哋有冇縮短去100%是比較台灣少少嘅感覺，係啦，percent 攞第一個字。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一個地方嚟嘅，就係街市啊。係叫巴沙係咪啊？巴沙係啊，巴沙。後來我發覺原來巴沙唔係咁多人講草根㗎。原來佢哋土耳其嗰個巴沙就係我哋嘅大市場嚟㗎，就係嗰啲市場。原來我哋馬來人講嘅巴沙就係來自嗰度㗎。仲有咧就係有啲海鮮啊！你哋叫咩咧？我啱啱嚟到新加坡，我對啲海鮮真係有莫名嘅。唔知問號啊！係啊，即係你要食啦啦，哇乜嘢啦啦？公公。仲有一個就係魷魚，哇！魷魚呢邊係完全同呢兩個字係無關嘅。我哋叫索當。索當其實係咩語言嚟嘅咧？馬來語。但係呢邊嘅廣東人就會將佢直譯翻做蘇東咁樣。係啊，蘇東。其實有啲唔同嘅就係呢度包晒所有咩烏賊啊、魷魚啊、墨魚啊，全部都叫晒索東。係啊，叫晒索東，我哋唔識分㗎。係。水上人咧，佢哋係會分得好仔細，係魷魚、烏賊乜嘢咁樣。OK， 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去飲嘢嘅時候，譬如飲可樂，咁你要攞一支飲管。嚇飲管啊？係啊，真係考起我咯喎！我會話你叫飲管嚇？我哋叫飲吸管吸管有新加坡嘅講法嘅咩？水草。冇聽過咪就係咯！我哋一班新加坡人去到香港，咁樣佢哋茶餐廳就話燒水、熱水，然後我個仔要曲，房姐話我你仔係曲定直啊？咁我哋諗下咩意思咧？曲啦，我哋 in short 嗬，咁啊結果變咗另外一個曲同直。曲字即係咩意思？係數字嚟嘅 binary，即係0同埋1。即係。曲同有依家都係咁樣，依家都係咁樣講，係。我以為我 get 錯咗添，乜嘢 binary 無端講 binary 都有嘅。咁個絲櫃係咯，我有水槽，嗰個人真係後邊有條河仔掹啲水槽俾佢。其實點解叫水槽嘅？其實我哋呢個水槽有來歷㗎。因為嗰啲水草其實好似葱咁樣嘅咧。喺河邊佢哋的確係咁嘅形狀。等先係咪真係好似葱咁樣啦？係啦，好似葱咁樣噶，所以佢哋截咗個頭，咁樣就可以嚟喺嗰度玩水啊，咁樣嚟玩噶。即係以前你都有玩過嘅。我就冇咁野孩子。我第一次聽到呢個典故啊！我一直都以為嗰啲水草咧係我哋食嗰啲海帶咁。係啊，我以為。咁我而家知道啦，我哋嘅音係唔夠靚，因為我哋侵咗好多方言其他方言嘅講法。老師，你而家喺新加坡啦，咁除咗同屋企人啊咁樣，都係同朋友會講廣東話比較多啊，定係同講華語比較多啲咧？一半一半啦，因為我有啲朋友都係中意講廣東話嘅，有啲親戚又梗係講廣東話啦。就算佢英文 flat， 我哋都係講廣東話。華語喺出邊基本上，因為華語有同英文平分一下，係咪？好多時候嗰啲明明係華人要講英文，我要問佢Do you understand Mandarin？ 我先至講華語㗎。
同埋而家我有接觸過一啲本身係講呢度叫方言啦，即係廣東話或者潮州話又好、福建話又好嘅家長，佢都話其實教下一代講翻呢一個語言咧，已經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啊。所以我哋電視台仲要拍嗰啲方言劇，我覺得係應該要做。你嗰次係咪第一次用方言嚟拍劇咧？係啊，但係咧，我哋拍方言劇唔係第一次。係呢個係我都有拍過幾次嘅。咁樣但係後來有幾次接近我哋嗰次嘅時候咧，佢哋話唔得啦，唔得，有啲演員自己講完方言，然後自己又變翻講華語、廣東話咁嘅講法，佢嘅文法同華語唔一樣。咁樣，但係你冇人處理呢一個劇本嘅事，所以要現場嗰啲演員自己識得做嘅。你講咩？你知？可能你冇睇過我哋嘅方言劇，因為咧我哋嘅方言劇好搞笑㗎，係唔淨係講廣東話。係啊，我哋可以同一個講福建話嘅人，咁我講廣東話，佢就用福建話嚟應翻我。係啊，你識佢啊？唔係啊，我要識佢㗎，佢好出名㗎。以前本地正無名嘅明星嘅。哦，咁肯定係嗰啲騙子冒用佢身份啦。呢個情況咧係我哋新加坡喺獨立之前啊，或者初初獨立嗰陣，我哋仲有一個地方叫做金邦間白。金邦咧即是係一個平地，大家起一間嗰啲屋仔咁樣啊，先辦屋啊咁樣噶。咁大家咧都唔使閂門噶，你嚟我呢屋企拎啲鹽，去我喺屋企度拎啲糖，好到大家一齊好守望相助噶。即係佢又唔係一個村咁樣嘅。其實好似一個村咁。但係係唔同嘅種族嘅人住埋一齊啊！咁樣我哋叫呢做用馬來語叫金邦。係咁呢個時候咧真係嘅咧。你講馬來話，我同廣東話，我哋未彼此明白㗎，所以我哋覺得嗰啲咁嘅情景咧，應該保留落嚟，不過盡量啦。所以我哋就喺劇度喺我哋嘅方言劇嗰度咁反映呢一啲咁嘅情況咯。但老師你本身都係識其他方言嘅，唔係咁好，不過大概估下會知道，估唔到咪問咯，好容易㗎。咁但係你唔識㗎喎，我嗰陣時第一次拍方言劇，所以就比較 struggle 啲嘅，因為我對手咧大多數都係講福建話。係啦，咁我就開始學啦。但係其實我喺嚟新加坡之前，我識得聽福建話大概係40% 嘅。都幾多啊？咁我係嚟到新加坡之後，再 pick up 多40%。咁而家我識得大概係80%咯。聽啫，唔識講。唔可以喺佢面前講佢壞話啦，咁係咪啊？潮州而家大概到40%。哇！係啊。OK。要拍方言劇，你唔明人哋咧係接唔到嗰個感情。係。你講先咩？我唔制。唔錯，幾準啊！喺新加坡依家，我諗都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如果識聽廣東話都仲有少少嘅，因為爹哋媽咪可能會講廣東話啦，係識講啫，係啦，我識聽唔識講，大家都係咁樣。我以前教嗰個華語好好笑嘅咧。我哋因為我1979年就參加電視台啦，嗰個時候咧就係要全新加坡冇方言啦。只係講華語，華語運動華語運動係啦。咁我就係嗰時候出現嘅。咁樣我哋就用各種方法嚟等人哋將方言變成華語。咁樣佢又唔完全將方言教你蘋果，佢又唔咁咯。咁佢點樣做咧？蘋果。即係英文轉成咯。咁即是話你要人哋講華語嗰啲係叫嗰啲講英語嘅人講華語，唔係叫嗰啲講方言嘅講華語。OK 唔怕，我咪教咯。咁樣我哋係咁樣嘅。Apple， 蘋果，pineapple， 黃梨。即係你哋點解要跟嘅？下次我轉個語言啦。即係好似我哋 PM 飲水咁。係啦，咁然後咧我哋喺市面上聽到個咩咧？嗰啲講英文嘅我要這個黃梨6蘋果。你叫我哋用呢啲咁嚟教啊？你唔係將生活嘅講法嚟講嘛？融入佢哋生活先得。叫做蘋果，咁你嘅 key 係高噶嘛？蘋果、木瓜咁。即係比較。我要買木瓜。呢個係俾人哋攞起個電話嗬，你就可以學到華語㗎。所以會噔噔咁樣，因為你聽唔到人啊嘛。同埋我知道老師就係你由華語運動開始啦，你就要負責配一啲電視劇，尤其是可能係香港嘅電視劇。係啦，哇！嗰時候我仲未知道，之前我哋嘅電視局，它的方向是怎麼樣的。我淨係知道我嚟應徵係要做戲劇組嘅導播嘅 producer 㗎。一入到去就做 producer，係啊，所以你話
資深配音員其實應該係資深配音導播。係啦，我要攞鏡頭嚟講古仔㗎。咁點知我畢業嗰年咧，佢係有呢一個 producer， 佢話特兵。咁我哋當時錄嘅第一部劇叫做咩？你知嘛？刀神。嗰幕戲係男主角，佢係功夫全世界第一嘅。咁有人要挑戰佢，喺佢行喺森林裏嘅時候咧，由樹上跳落嚟，要挑戰佢。咁佢咧係一個很魁梧嘅男生，冇着上衫嘅，拎住兩把關刀，唔得嚟喎。你懂我不懂？係你識我唔識？你認不認識我？哦，你識唔識我？你認不認識我？點樣計到嗰個字？咁點算？你懂我不懂咯？咁跟住就冇人明啦。噔，你懂我不懂？咁樣喂，真係笑話嚟㗎。係咯，哇！成個劇呢幕印象好深啊！咁大家就嚟討論啦。懂係咩意思咧？係表示知道，認識不是懂是明白。你明白我不明白我，doesn't make sense, right？哇！咁你覺得口型重要啲啊？定係個意思重要啲咧？如果你咁樣翻譯，兩個都要重要。哇！我哋要唔要試下？一個係硬嘅技術，一個是軟嘅技術。好，我哋試下。不如老師，我哋試一試。我哋有準備一啲粵語定華語先？粵語先，係啦，因為我哋啱啱講到嘅都係同粵語有關。觀眾挑佢哋嘅語音問題嚇。Before 我開始，可唔可以問一個問題啊？可以。就係配音嘅時候，你唔會知道佢幾時會講呢一句咯。咁你又要睇住個字啦，你又要睇住個時間啦。咁你點樣可以係咯？點樣啱好咧？係，所以我哋做配音一定要借助耳機嘅。我哋要攞個耳機聽到佢原來嘅聲係乜嘢。不過而家你係廣東話配翻廣東話啦嘛，所以你照佢嘅字講就得㗎啦。咁你嘅耳機嘅聲咧係等你佢一出聲你就講啦。你唔係聽住佢講乜你講乜，佢一出聲你就攞你自己捉佢個畫面嘅表情嚟講你嘅台詞。係會唔會干擾？係咯，干擾。所以咧，我哋正確嘅嚟講咧，係攞一邊耳仔一個耳機嘅啫。即係好似人哋唱歌咁樣，有啲都係淨係聽一邊。我知道呢個得㗎啦。 3、2、1，開播。將個蘋果浸入啲藥水度，等啲藥水慢慢滲透，滲到入心。睇下個蘋果已經有個骷髏頭喺度啦。喂，依家變翻係咪依度啊？搞錯啊！依家變翻紅色嚟吸引白雪。係人見到都想咬翻啖啊！整啖啊！唔係俾你嘅，係俾白雪嘅。當佢攞走個蘋果，一啖咬落去嗰陣，呼吸就會停止，血液就會凝固，我就係世界上最靚嗰個人啦！咁勁嘅，黐線嘅佢唔錯啊，氣幾嚿啊！即係第一次演呢一個巫婆嘅角色，同埋佢嗰個聲，我覺得都係比較難去掌握。因為佢係有少少壓咗喉嚨啊，感覺上。冇錯。講聲線嚟講，你哋兩位嘅聲線其實都好靚㗎。咁你係有過去，有細過佢嘅。咁樣佢曉得再將嗰個聲音嘅音域啊，音域啊放大啲。你仲未，所以你仲好拘謹個。聲仲未放得出，即係仲係好細路哥嘅聲，仲感情啊，捉唔到嗰啲字眼帶嚟嘅力量啦，仲係因為第一次你睇咁2次就要講咁多台詞，其實唔容易㗎。咁樣你負責嗰個部分咧，主要係因為佢冇嘴型，好多冇嘴型，所以你根本就可以將你消化呢個台詞可以用你自己嘅感覺嚟講，我要將啲蘋果放喺啲毒液裏頭，讓那個毒液滲入嗱，呢啲字眼係呢個巫婆會有用到嘅力量，你可以咧喺度嚟做表演啦，就唔係咁平鋪直説咁嚟講佢啦。有一個嘴型佢喺度望住個蘋果時候咧，佢個口咁樣。呢個就係我哋配音員要做嘅，所以呢個資訊全部要由你 voice over 嗰陣帶出嚟嗰啲重要嘅字眼。所以配音員我哋其實每個人嘅聲音都可以化妝㗎，係咪啊？咁仲有佢講嘢嘅時候個嘴型
因為你配呢個誇張啲嘛，佢嘅韻母啊咬得好大㗎。咬啖啊，係咪好清楚係咪？佢係最後嚟到，我就係世界上最靚嘅女人呢度咧，好啦。係，因為你又唔知佢嘅節奏可以拖幾耐，咁你前面一慢咗，咁佢停嘅時候，佢其實係停噶啦。所以但係點解仲會撈埋一齊咧？咁你要揾時間，係咪我遲出咗啲咧？我俾我嘅笑聲用咗我嘅氣，我要吸翻一陣氣，就係呢一刻你拖咗個時間，所以喺配音嗰度咧。0.01嗰個空間都好明顯㗎，所以你就要轉聲轉唞氣諗下一句台詞。咁頭先你講到最麻煩，哇點睇啊咁樣？係啊，所以配音嘅時候咧，眼要學上樓梯嘅。所以呢個係 mic 嘅話咧，個電視個影幕喺我前邊，我嘅劇本係咁樣嘅，所以我係眼睇咁樣又上又落又上又落㗎啦。咁你嘅劇本係你大概已經知道你講係乜嘢啦，所以你係知道我講完呢句，我第二句係咩意思？我第二句知道咗要講乜，我馬上睇下個嘴型，佢點樣講？你哋要捉到呢個巫婆嘅聲係嘅，所以佢開得夠，你開得唔夠。將嗰個聲好似你捏泥土咁樣，即係整到佢好多咁樣要好肉緊咁嚟講佢嘅。係啊，將個皮好咗喎，係咯。係啊，咁樣壓真㗎，因為而家我哋要馬上試啊嘛，我就唔可以同你講，你又要壓你嘅聲，你要保護你嘅聲。所以我哋有時咁樣嚟磨，我們的嗓子聲音會有點改變的。但是再怎麼改變，還可以見人。因為你完全沒試過，所以要你那麼做，往喉嚨底下壓會辛苦㗎。你講乜嘢好難㗎。咁你攞個鼻哥，你攞嗰啲好似鼻音，你講乜嘢啊？好啊！咁咪好陰一啲間音質嗰啲攞呢個咁嘅聲音形象，表示佢嘅內心都係毒啦。咁然後我將佢變成紅色，去吸引啊，係咪？去咬一啖。呢個難啲係因為唔係俾你㗎，係俾白雪㗎。佢嘅有。嘴型要照顧，但係佢嘅嘴型亦都幫到佢點樣整嗰個音。咁而家你哋兩個要掉轉嚟啊，定係點？有你哋可以調轉嚟喎，都未準備過橫掂。你喺正式配之前咧，你俾我聽一聽你嘅聲用得點先？整啖咧，嗰個整啖咧，仲有再嚟。唔係俾你㗎，係俾白雪㗎。我覺得同啱啱差唔多咗，有好咗，好咗。咁而家咧要睇你夠唔夠刁鑽古怪啦，你嘅性格啦，好似唔係俾你嘅，係俾白雪嘅，呢兩個好接近嘛，唔係俾你嘅，係俾白雪嘅，唔係有啲唔同係咪？哇，好難放得開真係，加油！唔慣啫，將個蘋果浸入啲藥水度，等啲藥水慢慢滲透，滲到入心。睇下個蘋果已經有個骷髏頭喺度噶啦，而家變返紅色嚟吸引白雪，係人都見到想咬返啖。整啖咧，唔係俾你㗎，係俾白雪㗎。當佢拎走個蘋果，一啖咬落去嗰陣，呼吸就會停止，血液就會凝固，我就係世界上最靚嘅人啦！哈哈哈哈哈哈！哇，太難啦！有進步喎，大家都至少喺化妝聲音方面，你開始第一步啦，已經打粉底啦。而家發覺咧，氣唔夠，氣唔係做戲個氣，係丹田氣唔夠。坐喺度嘅時候咧，你要覺得自己係你要將嗰個丹田嘅感覺是往下壓，唔係你嘅聲飄上去所以冇乜力。所以你講到後來又快又缺氧啊，頭腦缺氧，又講快咗。
大半句，咁後來笑都冇力啦，係就係咁樣咯。一開始就攞巫婆呢一個片段係好難嘅挑戰㗎。哦，原來係咁。係咯，因為呢個要好夠氣，好夠知道點樣聲音點樣叫做醜樣，要得整。不過唔緊要，玩聲音嘅古仔咧，其實係你要相信自己。喺保護自己嘅聲帶之下咧，我哋又將個聲音變成聽講話要揾嗰個好出名嘅小朋友叫蠟筆小新啊，你哋想試嗰個嚇？係啦，好，我哋嚟試下。小新嘅聲係咩？如果你唔聽嘅話，小新把聲其實都幾經典嘅喎，我覺得。但係睇你睇咩普通話同埋廣東話嘅配音唔同㗎。你使唔使聽廣東話嗰個？嚇，蠟筆小新冇廣東話㗎吧？係咯，我都冇聽過蠟筆小新廣東話添。有嘅咩？阿 Sir 表我知道示哆啦 A 夢係有，係哆啦 A 夢仲要係保存叔叔嗰個 version。亞視經典配音，我要揀呢個。哦，亞視。我第一次聽小新嘅廣東話，同埋差好遠喎。好啊，唔同㗎喎，真係。咁你覺得你適合普通話版定係廣東話版？廣東話咯，咁因為你用你小表弟嗰把聲就已經係好小心㗎係啦，啦。咁我就用普通話咯。準備3、2、1。你蕩失路啊，小朋友！係咯，就啱啱嘅啱啱，我迷失咗喺一條名為戀愛嘅道路上，但係依家我揾到我應該行嘅路啦，就係同你一齊邁向結婚嗰條光明路。佢冇事啊嘛。小朋友嚟啊，你睇下呢個係乜嘢啊？OK 喎，阿超人好啱做呢個。果然你嘅小朋友聲係比較 signature 啲嘅。真係㗎？係啊，嚇，真係咩？係咯，所以頭先嗰個路嘅好辛苦咯。係咯。咁我哋而家嚟一次就係阿 Jenny 華語版嘅。係華語版，咁都請阿老師係繼續做翻靚女嘅角色啦。咁跟住阿 Jenny 就會做小新嘅角色。3、2、1。你迷路啦，小朋友。對啊，就剛剛的剛剛，我迷失在一條名為戀愛的道路上。可是現在，我找到了我應該行走的路，那就是跟你一起邁向結婚的那條光明路。他是幹嘛呀？這是什麼呀，小朋友？去吧。哇，拍手掌！可是不得不說，就是老師配美女那個聲音好溫柔。係咯，耳朵懷孕真的，我說，小朋友，我說，哇，真的有柔化，真的，咁咪可以網戀咯？就是，是吧？很多人都這樣。不過 AI 已經可以模仿人的聲音了。係，是咁但係冇咁自然啊嘛。唔係㗎，都可以啊！而家好似我哋所有賣聲嘅人，賣聲嘅人，本身賣聲咯。佢哋有人 approach 佢哋話：你嘅聲賣俾我，你開價幾多？咁我啲朋友話：我嘅聲唔賣咁樣。OK 但係咧，你錄過個音，佢哋將個聲音放喺 AI 嗰度 clone 出嚟，然後 clone 出嚟。老師，你點評一下我們這個卡通第一次配音。首先，小笨先你哋嘅勇敢的嘗試精神非常可嘉，因為唔係好多人中意將個試，尤其是你好似未試過咁。咁我聽得出你，因為你嘅聲音比較幼細啊嘛，所以學扮成細佬哥嘅聲音係好容易嘅，好討好添。咁啊 Jenny 咧，哇，可塑性很高喎。佢演得佢嘅演技幾放下，聲帶的釋放度很高。那麼我1979年加入的時候呢，剛剛新加坡才要有自己的配音那麼我跟着我的師父師母的時候呢，師父就說去戲劇組，開始找很多演員。那麼
太太在配音组开始找很多声音，所以任何人只要你的华语是好的，我们就去面试。我们还可以听得出他的声音是一线男演员的声音，主角的声音。有一些声音呢是可以演性格的，好像我不是女主角的声音，但是我是性格演员。可是问题是你是导播，你配什么音？所以我配音的次数没有我的配音同事多，所以他们一上去就很快了，我还要调整因为我是。他们12个人，我就要听12个人的演法，然后告诉他们我这个剧本要你这个这样。可是他们只是管自己，是的。所以当我自己要去做我自己的时候呢，有点头痛。当时我们要求找最好的语言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凑到32位。那么电视台也有这么多演员拍这么多剧集，所以才能够符合得到。所以我是在配音员，从3个开始一直到32位，我都看着。最主要成立配音组，是因为我们要自己拍自己的连续剧。我们的连续剧，1979年、1980年的时候我们有星探的，星探就说我们去问过了，问他们要不要演戏，要讲华语 ，Sorry I can't speak Mandarin 这样。结果后来回来报告之后，组织我们部门的林星岛先生，他就说跟他们讲不用怕，只要他敢演，我们有配音组帮他。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听说不是同期生。就是因为有些人的可能华语没有这么的标准，是吗？当时所有的人，要么就太标准，可跟别的人都不搭，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不能够让一群演员，这个人这么标准，其他人不可以，所以就统一一起配。那么我们配音的时候呢，我们还想要为新加坡制造自己的明星，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演员你要 promote 他，我们就找一个固定的声音配他。让人家以为这个声音就是他的脸，因为他们的戏拍的那么多，我们也不断的有新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导播也下去，那些出嚟嘅谁K 梁邊嗰啲不用麻煩我們的配音員了，就是老爺快來打掃，都是我們就做這種事情。那時候很多外來人才，我們拍了一個新加坡人自己的故事，叫做《霧鎖南洋》。對，這個本來是戲劇的東西，跟opera 很沒有相干，對不對？但是這個劇集我們這麼重視到我們要讓唱正規音聲樂的人來唱主題曲。那麼這個霧鎖南洋來了，印象很深刻。我們真的是配音從來不用，新加坡哪裡要開3班，那邊一剪完這一段拿過來就配。所以我們就知道是誰的戲，就那2位配音員留下來，固定的是他們。我要留下來，我的老師也要留下來。那江龍也來，幫我多加一點戲啦，這個幫我多加一點啦。那麼那個演員也聽不懂什麼叫多，我們的配音員聽不懂，我也是在學嘛。我們的師母王梅呢，梅姐她就說：“你在這裡啊，加個勁兒，你這邊叫哼就行了啊，這樣就走開了。”那麼那個演員就哼，可以了。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聲音呢，除了說話有台詞，其實聲音本身已經可以說很多東西了，也就是那個聲音然後你可以聽到有故事了，也有故事了，對不對？所以你怎麼用你的聲音？我就跟着這一群在新加坡跟了師父師母，然後看到江龍他對戲的演繹方式，而且他是投入的嘞。你們拍戲的導演有沒有也是七情上臉的示範給那個有沒有？有啊，也有啊，有不同性格的導演。他說妹妹你應該這樣演，這樣演，這樣演。哇，那麼江龍是什麼人他都演，你要這樣，要這樣啊。OK， 那麼那段時候我們也奠定了配音組的基礎。也讓人家知道那個時候我們需要配音的。可是我在那個時候呢，也做了舞台劇的表演。我也在舞台，我演舞台時候我就知道丹田發聲是怎麼樣的，舞台講究身體的線條，你的表情很多人說舞台的是誇張我認為這個誇張武斷了一點，不過先不說這個。那麼舞台劇的要求是什麼呢？是真實的生活，電視劇是美化了的生活。所以我這邊是要為了把演員的華語說得很好，怎麼挑他的語音，那個語調應該怎麼樣才是華語的樣子，不是新加坡人的那種華語啦，就是你會說就是華語了不是這種啦，是要有它的一定的韻味啊。我之前剛進行的時候，就是有被說過這一方面，因為我的華語是沒有很本地腔，就是我剛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可能我更加的偏向台灣。對，所以他就說妹妹，你知道你這家人都是新加坡人嗎？然後他生出你這麼一個口音很奇怪，所以你就要學我們的發聲方式。是，可是在當時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统一了，我们要说的华语，没有地方色彩。就是我们不会很强调儿化韵，我不要让你听到我是说的是中国的普通话，我也不要让你感觉到我是说的是台湾的那种暖暖的，也不要，也不要有新加坡腔，也不要有联邦腔，那是什么？都不要。那是什么？后来我做的配音呢，有做的是德国、意大利制作的，但是因为里头有华人的演员，他要把那部电影译配成华语，他就要求他说我要的是汉语我就明白了。因为全世界在国际上把这个语言叫做汉语，所以台湾叫国语，香港叫中文，北京中国叫普通话，新加坡叫华语，对不对？但是这么多名字，可是老外来讲，就是汉语所以我们在我手下做的配音，我要的就是汉语特色，不是什么地方他不要有地方的色彩干扰了故事的发展。哇，就好像他说的咯，一群新加坡孩子怎么有一个说的是台湾腔？我去台湾留学不可以啊？OK， 他没有设计这条线。然后我就会听到说，可能配音上面就比较neutral 一点，我们所说的，所以之后我就会慢慢有在听，到底我的不同跟别人的是什么？哇，那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你熬过来了。就我现在的话，会比较掺一点点新加坡，可是又没有太过 logo。我觉得我是可以换的我是可以换。是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强调新加坡特色，你又不是要演给自己关起门来自己看，你要让它走远一点的话，要走出世界是吗？对，好像我今天去配音，我要看你多会听，你有多会，不是说你就听力敏锐吗？干嘛要多会听？我要看看你多会听，这个句子的 grammar 很怪，我就说这有点地方色彩，要不要说一句什么人都听得懂的？哇，你的听力够不够敏锐？不就行了咯，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刚刚我说到舞台有什么问题呢？那时候新加坡有一个国宝叫做郭宝坤的郭宝坤先生，我就去演他的戏，他的那个老九，他就扣着我的肩膀，诗璇啊，你说啦。哪里有一个卖鱼的华语这样标准的？我说老师没有办法嘞，这是政府的政策，大家都要说标准华语。我们是通过连续剧来教育大家学华语，因为那个时候的学校没有很好的拼配。比如说你不让我们说方言，你要所有的老师都说华语，那你有没有教他们正规的汉语拼音？你用的是注音符号，然后注音符号又不一样。那个时候还有注音符号，所以。不同意 ，OK，那衔接不上，我们有一个缺口的，所以就靠电视咯，因为戏剧是会影响你的，是的，影响你于无形之中。你看吃饭，原来这个话是这样讲，好过噔苹果。后来呢，全世界都有过一段时候，公司要瘦身，那么要瘦身的话，戏剧组就会觉得我不可以受别的，受了那个配音吧，因为演员自己应该说话的。应该自己说的，所以就开始训练，可能就让演员自己说咬字那些。对，在里头进入了20多年我也后来可以做语言的导师，也可以跟你们说怎么配音，但是我不是资深配音员，就是这样。明白了。好，在这一集呢，很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配音还有一些广东话不同地方的一些差别。然后下一集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探讨一下广播剧，还有怎么发音、咬字、怎么用气等等，敬请期待哦。You want to nail? Shit shit！ 各位公主爸爸媽媽，快啲落廣告啦！如果唔係，我就要用呢門手藝去賺錢㗎啦。